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本周美股消息面依旧精彩，跟看连续剧一样，神仙打架，散户遭罪。作为最多散户买入的标的，特斯拉在本周出现了大跳水。当然，关于特斯拉的空头机会，阿哲在最近3期视频都说得比较明白和清楚。接连出现的2次强势顶分型，都是做空者的加仓时机。订阅的粉丝观众不一定都做空了特斯拉。但阿哲希望您至少是逃顶了特斯拉。本周美股继续收涨，日线形成上涨楔形。中美下周一在伦敦还有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88期的视频。阿哲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行情观点。在第一部分，阿哲会讲到有关纳指标普的行情解析。重点我们讲一下关于纳斯达克目前的浪形分析，通过波浪理论，当前的市场如何去看待？关于浪形的知识，阿哲在公开的频道、公开视频当中提的比较少。上一次分析呢，我们还是通过波浪理论来讲解到特斯拉本次的高点压力367作为难过的一关。那么今天我们再通过浪形的知识点来讲一下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它究竟走到了哪一环节。而接着我们也会了解一下关于日常纳指和标普30分钟170天均线的跟踪，最后会在指数上我们会讲到下周周一关注的日内支撑和压力，目前的多空之间它们的强弱之分。在明白了指数环境之后，我们看到第2和第3部分，阿哲会分别讲到以下个股：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皮尔提亚、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SMCI 等以上个股。希望今天的视频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日常所分析的视频当中的标的会偏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较长。如果您的时间有限，或者说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那么阿哲建议点击下方播放按钮，它这里有一个小三角，在点开之后，阿哲把今天所有的内容都按时间段去区分了。您点击对应的时间段，就可以观看到最想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我们首先看到左边的图表，左边的图表呢，在本周周五出现了一根很标准的10日星，而结合在周四的冲高回落的复印线之后，构成了一个运线组合。我们知道10日星呢意味着市场的变盘，所以在下周周一结合消息面的中美谈判以及本周周五的标准10日星，那么下周一的涨跌将会在此处形成方向性的改变。如果下周出现了一根阳线，而这样的一根阳线将会标志着前方的震荡区间彻底的摆脱，那么关头阴线将会形成突破有效。再结合目前的标普纳指它的背离的修复，那么在周一只要收阳线，阿哲就会从空头转为多头。很多同学说纳指什么时候会涨到阿哲你不再做空？很简单，下周周一出现一根实体上涨阳线开始，那么阿哲将不再去寻找做空的标的，而这一根阳线也预示着在前高之下没有任何的阻力，将会出现加速的上升行为。而这一根阳线如果在周一没有出现，那么短线上阿哲依旧寻找能够有做空方向的标的，也是本期视频我们要去寻找的一个方向。在特斯拉的做空机会之后，其他个股是否也有做空机会？如果没有，那假如周一出现上涨阳线，我做多的点、做多的个股，它又会是哪一只呢？这是从 K 线的角度和之前我们的视频观点当中可以得到的下周一为关键的方向性 K 线。而接下来我们从大的格局去看一下纳指的浪形图。这里阿哲还是要强调一下，关于波浪理论为什么在公开的场合阿哲很少去讲，并且用来分析。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去理解它的一个难度肯定是偏高的，所以它不适合呢作为入门者去学习的一个内容。那包括阿哲目前所画的浪形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随着市场指数的一个推动，价格的变化，后续的浪形它其实都会调整的，它不会是永远不动，永远只有标准答案的一个浪形，千人千浪由此而来。但是千人千浪呢，不是一个波浪理论没有用的一个借口或者是理由。我们主要是通过对于当前浪形的判定来去决策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操作，以及它如何去运行，可能会对波浪有所影响。从左侧的这个高点下跌，出现下跌反弹下跌，是不是构成了 A、B、C 的下跌的一个三浪？那么后续价格从这个低点开始走出了1浪的上涨，而后2浪的回调。那么从这个2浪开始到目前为止，阿哲认为3浪本级别的高点是还没有出现，或者说还没有去确认的。所以从这个2浪的低点到目前还未形成的高点，它作为本次主升3浪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在最近的分析当中，有部分投资者认为，从这一个高点开始，这一波调整它属于适浪的调整，这其实有点问题。因为它的级别其实这一波调整和前面的二浪调整，它的级别肯定不是本级别同一个级别的。那么也就是说，从前期二浪的低点走到目前为止，阿哲认为的是，它还在走三浪主升的过程。也就是说，真正的四浪调整，它对应前期这种级别的调整，其实还未发生，而即将出现。如果在下周周一出现了上涨阳线，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波三浪上涨还将会有延续，短线呢还能够进行推演它的高点。而假如在下周的周一出现的是下跌阴线，跟昨天的十日星和跟前天的这根大阴线构成了一个相对的黄昏之星，那么这里将会确认三浪高点的产生，将会开始本级别四浪的一个调整。那么对于这个位置距离三浪的高点它的一个出现还有多久呢？阿哲认为它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因为从小级别的浪形来讲，这里经历了一个一浪的上涨，而后回落之后产生二浪的上涨，这一波调整构成四浪的回调，而后目前是五浪的上行。那你会发现这个一浪的范围是比较长的，也就是说这个一浪呢，它应该是属于相对延伸的一个浪形了。那么当一浪偏长，三浪有所缩短时，那么正常五浪的这一波上涨呢，应该是不比三浪长的。所以哪怕这里收一根阳线还看涨，它的区间应该也会在比三浪相对涨幅偏低的位置去结束。所以这里呢，能够形成短期内将会遇到一个小五浪的高点，而后进行本级别四浪的回调，这是阿哲用波浪理论认为的接下来市场的一个大体轮廓，只是目前这个小五浪的高点还不确认而已。那我们再看一下当前的五浪的运行，小级别它其实产生的是一个向上的楔形运动，我们画得准确一点，您可以看到这个低点在往上行，是不是整体出现了一个有效的回踩？那么相对的高点呢，是不是也是向上形成一个有效的压力线？而这种形态的压力线，它其实就证明了在小级别当中，这要么是一个一浪，要么就是一个五浪，因为只有一浪和五浪才会出现这种斜纹浪，也就是说这种收敛形态。而很明显，这一波走势它不可能是一个一浪范围，所以这里呢，它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小级别五浪的可能性就会较高一点。那么既然它是一个收敛上升的楔形走势，那我们知道它目前已经是很靠近它的夹角，不太现实会在这里延续出更大的一个上涨。所以相对来说，如果周一收阳线，它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对的向上，而后再进行四浪的调整；亦或者如果周一出现的是阴线，那么这里将会直接开始我们所说的四浪的一个回调。那么有同学会说，难道这里真的就是一浪上涨、三浪上涨，以及后续还有个五浪上涨，真的会出现吗？我们目前来这样看是有很大概率出现的，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后续所出现的四浪回调，它肯定调的力度不能太深，如果太深了，那么这里可能还是会构成一个相对大级别的下跌的 A、上涨的 B 以及再次下跌的 C。所以波浪理论当中有一个千人千浪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对于级别的无法去明确，以及对于后续浪形在衍生时呢，你可能没有去修正，那么所导致的千人千浪。所以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由波浪的角度，目前阿哲的看法就是如此去看待当前的美股指数，当下就是处于小五浪高点还未确认，等待确认。而一旦确认之后，我们再等待四浪的一个回调，再看四浪回调当中它的一个调整深度，再去判定它究竟是真的四浪回调，后续有五浪上涨，还是说它真的就是一个下跌的 A、上涨的 B 以及下跌的 C， 或者说它是一个很大级别的走斜纹浪的一个过程。在后续呢，我们去跟踪这种走势，按照波浪。那么后续阿哲也会去讲，如果您对此有兴趣，也可以点击订阅。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跟踪。接下来我们再看到170天 MA。在纳指和标普上的30分钟，怎么去看待这根均线，也是我们最近呢经常去跟踪去讲到的内容。那么目前的纳指和标普，它因为在走日线的斜纹浪、日线的收敛状态，所以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股价在创出新高之后呢，它就容易出现回落；创出新高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回落。不管是纳指还是标普都是如此。这种是斜纹浪当中一种比较明确的特征，它跟正常的推动浪不一样。推动浪可能一突破就延续上涨，很难的去跌破前面的高点，以及我们的调整浪。那么同样，它相对也是一个锯齿形的调整，那么是不是也不会出现很多的突破的失败？但你会发现小级别目前就是一突破就容易回落，一突破就回落。所以整体来讲，目前的纳指和标普相对来讲就不是一个很强势的推动的状态，有点出现一个收敛的形态。只是标普呢，它的日线级别更像是一个通道的上行，而纳指呢是一个上升的楔形。
那么通过170天均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170是不是又再次的有走平往上去运行？所以多头目前30分钟依旧处于优势，包括标普30分钟的170也是走平往上运行。那么前期对170的跌破都不是有效的，都在跌破2根 K 线之后呢，出现了向上的运行。你会发现每一次当股价由上至下收盘跌破2天或者说2根30分钟的170天均线后，它都会出现止跌。所以对于170天均线30分钟当下是没有去进行跌破有效。所以在后续跟踪当中呢，只要170天均线在30分钟没有出现连续的2根跌破有效，那么我们就认为它这里还没有展开一个适当的回调。而直到有那么30分钟2根170天均线的 K 线开始呢无法支撑而跌破时，170呢在30分钟往下拐头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我们所想要看到的适当调整。关于这个技巧，在特斯拉的讲解和空头的跟踪机会当中，我们在之前也有去提过，特斯拉的30分钟是不是也是用这种方式可以把握到它的空头机会？以上内容就是关于纳指的浪形，以及在30分钟标普和纳指如果真的出现日线的调整风险，那么在30分钟它一定会产生的30分钟级别170天均线的有效跌破，而当前还没有，以此可以作为提前的去发现风险出现的确定信号。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是老同学，那千万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可以点一个日常的小红心，点一个赞，感谢您的支持。而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也可以在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句宝贵评论，感谢您的点赞评论。而如果您是今天的新同学，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希望您在有所收获、对您有所帮助的前提下，您可以点击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就会显示已订阅。而这也说明您成为了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再点开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场直播，只要是公开发布，您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阿哲的告知。感谢首次相见您能够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了纳指和标普的日内环境之后，最后我们再看到第3小点，就是日内的撑压。每天阿哲呢都会在美股开盘之前去更新一下有关纳指和一些个股他们短线日内支撑和压力位是多少。接下来你所看到的图板就是阿哲每天盘前所更新的一条信息。我们看到左侧这条信息，这是阿哲在昨天6月6号盘前解析当中所去发布的，当时呢是香港时间4点55分所更新。一般这条信息会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阿哲当天盘前的一个观点，而后呢就是关于纳指、标普和特斯拉他们的点位计算，而以这个计算的点位看待收盘价的时候，您就会得到当天的多空之间它的短线看涨和看跌的一个信息。那么上方的一个信息当中，主要的话呢是提醒了一下这个负阴线的这个出现。也就是说，在本周周五的10日新 K 线就是 XK 线，那么这一根 K 线作为10日新，它的高点为重要的压力，低点为支撑。如果在周一收盘价能够超过周五10日新的高点，那么则说明这一个负阴线之后是看涨的，后续依旧短线看涨。那么和我们第一部分浪形的5浪高点的判定呢是不冲突的，因为这是一个短线的看涨信号出现之后呢，说明5浪的高点在延续当中还未截止。同时看到下方有关于美股将加速新高的信号，其实目前满足了第一个，也就是说标普呢已经是突破了6009.82，已经修复了背离，那么也就仅差一个买入信号了。当关头印上出现上涨阳线时，说明5浪高点的延续，同时也说明这是一个加速的信号，那么短线呢依旧可以作为买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底下的这一个点位的测算，它是每天的盘前阿哲都会更新，因为这个数据呢，它会根据每天最新的一个收盘价和开盘价等一些参数价格会去进行改变和计算，所以每天都会有所变化。那么这个价格怎么去用呢？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频繁的用到这一个点位计算。我们先看到右侧的图表，右侧的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你会看到一些红灯和绿灯的 K 线。这根 K 线底下为什么会有红灯和绿灯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短线多空的一个判定。如果股价在今天出现了一个绿灯，则说明阿哲盘前所给到的日内压力是被收盘给突破了，那么说明多方是表现比较强势的。这种 K 线之后是可以看涨的，只要后续保持绿灯，亦或者是无灯状态，就能够延续看涨。所以这一波股价的上涨，它直到出现一根红灯，才作为一个短线的多方进攻的结束，空方才开始有反击的动作。而反击的过程当中，就是红灯，红灯表示阿哲今天所给到的预测的
低点支撑被收盘跌破了，所以空方比较强势。那么只要是空方强势，保持无灯和红灯状态，那么这一段区域都属于空方在进攻的时刻，只有等待再次的绿灯产生，那么则会说明多头再次的和空方进行一个博弈，再次的抢夺空头的领地。所以每一次的绿灯到红灯就属于一次多空之间博弈的结束，每一次红灯再到绿灯，说明多头再次的挺进。那么在前几期视频当中，我们讲过一个现象，就是目前多方和空方之间的路径，它当下是不断的在缩短的。通过波浪理论的浪形，你也会看到，这里是1，这里是3，而后这里走5，是不是很明显？1走强，3呢延续，5呢开始有所衰竭，走出了一个楔形。而通过红绿灯，你也可以发现的是，这里的一个红灯到绿灯，而后从绿灯再到红灯，它的时间是没有之前那么长。这里是第1天的绿灯，而后第2天、第3天有3天时间都在绿灯和绿灯的影响范围之内，才转为了红灯。也就是说，这里的路径呢，就只有3天属于多方强势。而后你再看到这一个绿灯，这里是第1天、第2天、第3天，在3天之后又走出了红灯，这它的路径和前面是一样的，说明这里至少是一个震荡。那么当前呢又出现了红灯转为绿灯，那它是不是可以构成一个买点？那它究竟能不能是买点呢？还不行，因为它虽然是绿灯，但它跟之前的不一样。这里的红灯转绿灯，它的绿灯是一根实体阳线，所以没有问题。而这里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可以作为买点吗？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一根实体阳线，所以也是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又是红灯转为绿灯，那这里可以作为买点吗？这里就不太行了，因为它是一根10日线阳线。是不是当前除了红绿灯的进程在缩短，它的 K 线表现是不是也有些变弱呀？之前的红灯转绿灯，绿灯都是强阳出现，所以这种位置你说用红绿灯去看，是不是可以做成买点？包括这里的红灯转绿灯，是不是也都是买点？红灯转绿灯是不是也能作为买点？红绿灯的分析是阿哲从上一年的10月份开始到现在，每一期视频都会公布它的数据。它究竟是一个会是红灯还是绿灯，其实它都能够去计算得出来，你每期视频都能够跟踪。如果你能够看到阿哲的盘前解析，那么你每天都能够跟踪。所以这个数据呢是不会骗人的，它也不存在马后炮的现象。它不会说阿哲今天呢是一个绿灯，好，明天如果不涨了下跌，它这里就不是绿灯了。所以这些红绿灯都是阿哲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去更新，而且永远不变的数据。所以目前跟之前不太一样，它虽然是一个红灯转绿灯的买点，但因为它是10日新的 K 线，所以哪怕这根绿灯是绿灯，它也不作为买入 K 线，我们必须等待周一再次上涨为确认买点。那么接下来你要小心的一点就是，当前的红绿灯的进程在缩短，多方之间所抢夺的领地慢慢的也在变短，它慢慢的由之前的长时间变成目前的短时间在缩短，所以现在你要小心了。如果周一出现的是红灯 K 线，那是不是就说明它彻底的将会容易在这里形成5浪的高点？那么周一怎么会形成一个红灯呢？则需要收盘价能够收在19497.4之下，那么就会是一根红灯。而周一只要收盘在19625.74之上，如果在这两者之中呢，就属于无灯状态。无灯状态就看昨天为绿灯，那么这一天只要是一根阳线收在这其中，作为无灯状态也能够看涨。当然不建议呢是10日新，最好是有一定实体的阳线。那么接下来阿哲也告诉各位，您如何能够每天都观看到这个红绿灯点位的测算呢？能够得到每天最新的点位而去跟踪呢？您在点击订阅之后，成为阿哲的粉丝订阅观众，而后您再点击底下的评论区，再点开评论区，您就会看到一条置顶评论，在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一个 Telegram 的链接，而您点击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假如您觉得这一个方式相对的繁琐，您不想要缩小您的屏幕，而如果您是在 PC 端、电脑端上观看阿哲视频，你也可以点击一下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那么这个感叹号点击之后，你也可以找到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在找到助教老师后呢，您只要发送2个文字给他，叫做盘前，这是一个领取口令。在发送之后，他就会知道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而后您需要盘前解析短信，他会告知您如何每天盘前能够领取得到。但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如果您是只想看一个盘前短信的同学，那么这一步就到此结束。而假如您是一位爱学习，想要把技术分析也相对精进，学习更多知识点的同学，那么只通过盘前解析的文字可能还远远不够。所以阿哲对于如果您想要更进一步学会自己去交易，学会更多技术分析的同学，
而对于这一部分同学，阿哲还提供更加进阶的教学内容。同样的，只要您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以下的这些服务也都属于粉丝的福利当中。除了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阿哲还专门准备了有关粉丝的学习小组。在这个群组之内呢，会有每天的一个课程的通知，不管是公开的还是内部的，只要您在群组之内，都可以持续的去学习，并且您如果有疑问，会有专门的助教老师或阿哲在看到之后会为您进行解答，进行专门的知识答疑。不过这里要提醒的是，粉丝的群组不是说每位同学都能够加入，必须得要是真正热爱学习、有时间花在技术分析的研究上、学习上的同学才能够去加入。那么阿哲怎么才能够知道您是属于这一类同学可以加入群组的人呢？很简单，您只要能够在我们的内部学习上能够听一节我们的内部课程，您只要每周有时间能够听一节，那么就符合条件。在收听完一节课之后，您同时完成一次我们课中老师所安排的课后作业，这一份作业在完成后，您交给助教老师，由助教老师去批改，只要作业合格，他就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组当中。希望每一位订阅了阿哲同学都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考验，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组。那么感谢您的订阅支持。那么现在阿哲也给大家看一下有关于本周的一个课程安排。从6月3号开始，我们是进行了一个无惧分化龙头进行时的课程。你会发现在目前的小五浪运行的收敛状态时，在楔形的运作当中，是不是市场的资金开始有所分化？它不是说像前期那么三浪延伸强势上涨时，很多个股都在强势的普涨状态，而你会发现开始有一些个股开始掉队了，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我们前期所讲到的被资金所抛弃的特斯拉。如果目前的市场没有任何的分化，资金依旧在非常同步的看涨，那么市场当中不应该出现如同特斯拉那样的资金出逃以及跳水的行为。所以当下呢，就是一个市场资金分化的过程当中，那你如何能够去无惧分化？要么呢就跟阿哲一样，去专门找分化的个股，找资金抛弃的个股去做空，要么就是及时找到新的个股方向。这也是我们在本期的课程当中所主要去研究的一个方向。在上周我们6月3号到6月6号所讲到的4节课程已经结束，那么接下来从6月10号开始会进行全新的一个课程的讲解。我们通过另外的一些角度来锁定龙头的启动、龙头的底部、龙头的节奏、龙头的主升浪。所以关于这套课程，如果前期您错过了第1期，那么现在为第2期的课程，希望您不会错过。想要参与这一个内部课程的，也记得跟助教老师发送报名这2个字，在收到您的报名之后，他就会在香港时间上午10点，那么每天准时的发送给您听课的链接，您就可以收听我们的内部不公开的课程了。希望这些内容对您也能够产生部分的帮助，对您的技术分析能够有所助力。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第一部分对于指数有所认识之后，来到第2部分，我们看到第一只个股是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层面。前期对于特斯拉的浪形分析，我们说过，现在这一波向上的运行是不是针对的是左边这一波下跌？所以对于前期这种股价的一个3波的下跌，后续的特斯拉呢产生了一个5波的反弹。那么这一个反弹，因为当前的5浪高点已经明确了啊，走过了这种明显的下跌之后，它肯定的是明确了它就是5浪高点。所以弱势的个股就是提前指数出现5浪高点，而强势的个股呢，它可能不是反弹，指数没新高，可能它出现新高了。比如说前期我们本周表现亮眼的博通就是其中一个，指数未新高，它新高，所以它呢属于上周资金比较青睐的一个方向。而当前的特斯拉在小级别的5波推动之后，目前你可以从这个低点延伸到5浪高点，作为相对大级别的一波上涨的一段了。在上一期视频当中，关于特斯拉的调整，我们说有2个目标位，第一个就是107天均线 318.5 附近的价格，而我们也说过，如果股价这一波下调，它的力度如果在170就能够止跌，那么你要积极的去做多，因为这种调整小幅度，它其实也会说明这里很有可能还要再往上推行5浪，甚至呢把左边的2浪高点给突破掉。但是它的调整力度有点超过了预期，它来到了我们第2个目标，就是左边小4浪的调整的区间之内。那么在这个区间之内的回调，就说明它超过了强势回调，属于一个正常回调。那么这里能不能止跌也是一个关键点，因为这里如果能止跌，它也还是有机会延续产生向上的推进。
只是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你要关注它能不能去突破170天均线。如果不能突破，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左侧五浪上涨的一个3波的一个回调。而假如这个位置它如果以这种方式完成3波回调，而是直接往上走的话，它一定不会在170出现阻力。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多，或者说你已经抄底买入做多的同学，你要去看这一点，在反弹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去快速有效突破170。如果可以，说明这一波调整其实已经结束。它这一波调整是针对这一波上涨的回调，那么结束之后是不是很容易再去上行？所以170的压力是否有效，则作为您要去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对于做空的同学，是否这里还能够继续往下看呢？那么如果这里不能止跌往下再去看的话，将会来到244.43这个区间，而股价在前期的回调的4浪，在相对调整浪当中都不能止跌，而是回到2浪的区间之内，就说明这个地方后续再强的表现，它也容易是个宽幅的震荡。那么就说明它有可能是前方为 A 浪的下跌，这是一个 B 浪的反弹，后续要走一个 C 浪的下跌。所以特斯拉如果真的要维持上行，那么目前这一个区间，这个阴影块是不能被跌破的。一旦往下跌破，来到了244的区间，就说明它很难再形成往上的一个运行了。这也就是根据股价的实际运动，你调整对浪形的一个看法，它有可能现在属于一个上行的推动一浪。就是它这一波股价的走势，后续有可能会衍生它为 B 浪的反弹，它也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2浪的回调。但同时，如果这一波回调是跌破了呢，那就说明它有很大机会也是 C 浪的一个下跌。所以以上就是特斯拉的一个浪形的一个拆解，它有不同的一种情况，针对未来的股价的运动。那么走到这里，究竟应该怎么去分析特斯拉？阿哲呢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内部的财神所给特斯拉设定的一些交易的一个计划。那么阿哲看到之后呢，其实也是比较开心的，因为在听了阿哲的视频，或者说跟其他老师学习之后呢，他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分析的逻辑。那么这位同学呢，是阿哲在制作视频前，他询问了阿哲的一些问题，他有讲到老师特斯拉在大跌之后呢，出现了晕线，然后首先他知道了这里是一个晕线，也是阿哲曾经分享过的一个知识点。这里有一根小 K 线，小 K 线被大 K 线的实体完全的进行涵盖，所以它是一个晕线方向。当然，他这里也有说到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子母线的阴阳关系。那么阿哲也回答了，这不是一个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只要价格行为是包含了，它重叠了，就可以算是一个晕线，不看阴阳关系。他只有讲到特斯拉昨天能不能算是晕线呢？好，是的。那么在昨天特斯拉收盘，它清了仓，它做的是空方，它止盈了7成，而有3成呢是下跌过程当中去逐步的左侧止盈的，是不是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逢大跌，短线大幅的一个获利之后，进行一个左侧的获利兑现是没有太多问题的。而在第2天的反弹时，发现市场有止跌的晕线了，那么这个时候去清仓，把空头的利润获利兑现有问题吗？也是没有太多问题，只是说需不需要完全去清仓，这就跟各位的交易风格和您的仓位分配有关了。如果仓位较重，其实您减到一定的小仓位就行了。如果仓位是本来就不多的您全卖也是 OK 的。而后他有讲到，在后续他还建了1成的多单。那么这里建多单，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博弈反弹，而且你要注意的是，它只建立了1成。那为什么是1成呢？阿哲其实也明白，这样的一根晕线，它能说明多头反攻吗？其实还不行，因为晕线说明它的一个方向是不稳定、不确定的，它只是一种相对中性的股价的变化。所谓中性，就是没有什么方向，它不像大阴线表示向下，它不像跳空上涨表示向上，它是一个徘徊不定的一种 K 线。所以这个位置，哪怕你说阿哲大跌之后会有超跌反弹，所以我买多单，但是因为它是中性，还未被确认，所以它这里肯定不能买太多仓位。而如果您昨天是之前可能被套了，然后在这里去加仓的，或者说您之前高抛了，在这里去买进的，您只要仓位是1-2成的多单是没有问题，说明您还比较理智。而假如在这种 K 线之后，您直接是重仓买进，那只能说明您平时的交易风格是充满赌性的。因为从这根 K 线看来，包括目前要临近周5，还有下周的周1的中美谈判，都是比较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下，技术面不确定，消息面不确定，如果您还敢在这里重仓买进，就相对太过于赌了。所以这位同学整体的一个交易的逻辑、交易的仓位和他止盈以及所建立的多空的单，
可以看出他是比较理智并且有计划性的去交易，而他的一个分析方向和阿哲目前也相对的贴近，目前相对的中性。而对于多头来讲，要去小心170的压力，170不能突破，说明它只是一个 A， 它后面还有一个 C。那么对于空头来讲，这个运线如果出现的是向下跌破，是不是说明反弹容易结束，还容易往下行？而如果运线能够上破，则下一个目标看170的压力，如果依旧顺畅的突破，那么这里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看涨了？等到真正能够达成看涨调整时，能够突破运线的小 K 线高点，能够突破运线的大 K 线高点，能够有效突破170，那么是不是每一次的有效，每一次多头的展开进攻才是我们后续去加仓的点位？而后我们再往下看到有关特斯拉170 30分钟的运行。在之前的这一波运作当中，我们说过170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这种170呢，它肯定不是有效的跌破，因为第二根 K 线就止跌了，反弹之后再往下跌，是不是这里开始出现有效跌破了？那么有效跌破，反弹有压力，在这里又出现一根大的阴线，又破底了，170往下走了。30分钟我们都不用看日线是否形成，是不是这里已经开始构成30分钟170有效的跌破？所以空单的机会，特斯拉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股市还处于上行时去做空，确实有所风险。但是阿哲也发现了，做空虽难，但是在整体逆势过程当中，你有一个地方是有优势的，就是您的选股会比多头相对有所优势。多头可能在很多只股票上行时，他会犹豫，他会觉得可能我买了这一只另外一只股票涨得更好，那么我可能还会有所后悔，可能选错股了。但对于空头来讲，其实您的选择不多，因为整体上行时还出现下跌，还出现明显资金流出的个股，总体也没那么多只。特斯拉是其中比较明显、比较显眼的，所以选股对于做空的同学来讲是没有太多的难度，唯一的难度就是你要小心它短线的获利兑现而已。因为整体来讲，逆势做空最关键的就是要及时离场。而目前在30分钟我们所看到的股价，如果真的要产生反弹，有机会吗？是有的。30分钟产生这种快速的下跌之后，它的超跌反弹到这里会不会停止呢？不一定。只要下周的周一出现一个股价的上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回马枪的小级别的动作，不跌破这根阳线的低点，再次往上运行，它的空间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一个缺口和170附近？这是一个做超跌反弹的一个空间，所以在这里去建立一些多单阿哲还是比较认可，只是呢，它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可以去加太多多单的点位，所以这里1成2成不被确认的多单试探性的仓位是 OK 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特斯拉的资金和动能角度如何去分析。在前期第一位出现了龙头引力的聚宝盆后，产生了一波上行。那么最近呢，高位是出现了一个波段的高点上抬童子的信号，之前我们说过比较多次。而后产生之后呢，价格出现了顶分型，强势的顶分型后，引发了本次的风险的出现。那么当下对于日线的170，我们刚才有一点没有讲到的就是它跌破了第一根，跌破了第二根，结合运线的产生，其实特斯拉走到这里，你说它产生止跌的可能性有吗？是有的，因为从170的跌破2根 K 线，就开始对于日线的170是否有效跌破有了一个判定。这2根 K 线当中呢，选择低点偏低的，选择高点偏低的，那么这个区间作为特斯拉当前的重要多空的转势点。如果再次出现收盘价跌破这一个位置，那么则说明继续的往下去看，因为170呢被有效跌破了。而假如在下周周一能够出现上行的突破，那么至少这里能够说明170的跌破大体是无效，那么它还要再去寻找170的支撑。也就是说，只要股价不跌破这个低点，对于空头来讲，您没有太多去加空单的机会，或者说更多的下跌空间就不复存在。您最多去博弈一下，在这个区间之内的高抛低吸，比如说突破了2号 K 线的高点之后又回来了，那你可以博弈它往下去寻找前面低点的支撑的这一个空方的区间。但是在没有有效跌破这根阴线低点之前，空间未打开之前，您的空方的空间其实当下是被有所局限的。这也是为什么空单其实在这种快速短线破了170之后呢，可以做左侧止盈的一个关键原因，因为在这里会确认170的跌破是否有效，
而价格目前的下跌依旧还是一个红灯 K 线，底下呢资金也还在不断的流出。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去关注是否能够产生绿灯。在周五的反弹当中是没有绿灯的，我们看一下下周会不会有绿灯 K 线的产生。高点的压力是307.5，低点的支撑是293.1次。在下周，特斯拉得要突破307.5才会构成绿灯 K 线，而如果在此之下收盘，那么它依旧是无灯或者说红灯 K 线。而如果您是想按红绿灯操作，那其实只要不是绿灯，目前就还是属于下跌的反弹的一个时间，而不是一个股价多头很强势的表现。以上是关于特斯拉的解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只标的是英伟达。现在我们看到英伟达的图表。对于英伟达呢，我们一直以来说的是上方的压力比下方的支撑应该是要大的，因为它除了空间上前方有个负阴线的压力之外，还有一个大量的缺口，所以当前的这个点位它一直在徘徊，是不是它跟指数有点像？它也在走一个收敛的形态，低点在抬高，但高点呢无法新高，所以在凝结它的这种趋势。那么这种势能它的释放是不是它要去进行向上或向下的选择？所以整体的英伟达和指数相对同步，那究竟它能不能走出上行呢？其实也就还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五浪的高点能不能延续的问题。它的一个浪形基本上右侧以来跟指数相对同步，可以用指数的浪形也去看待英伟达的一个浪形。价格走势呢，还是在143.95这里出现了连续的震荡。除非这里直接强阳突破，我们继续延续看五浪的运行，依旧是斜纹浪的一个形成当中。但其实正常来讲，这种向上的楔形或者说这种上升三角形，它往上选择而后往下掉的可能性其实会更大一点。这是从空间上我们去判定的，它目前也是收敛状态。接下来看一下资金和动能。从英伟达的 K 线的角度看，多空的动能，它目前是一个在红灯之后的徘徊状态。虽然说昨天呢6月6号周五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跳空，但最后呢收盘涨了 1.24， 但是它没有出现绿灯的 K 线，还是红灯的范围。底下的资金呢离零轴是比较近的，没有出现上穿的形态，所以这里呢对于多头来讲还是最好等待它的压力位的突破会好一点。底下它的一个龙头引力也还是在白色的预警区间，说明风险还有，只是还未释放而已。我们看一下周一的高低点预测，周一关注低点的支撑是 141.615， 高点的压力是 143.375， 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收盘价跌破 141.615， 那么这里将会延续红灯，那么这里也说明反弹结束。反之则是绿灯，那么绿灯的出现在红灯转绿灯后，我们也是可以看涨的。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半导体指数。关于半导体指数，阿哲的观点依旧保持，因为170天 MA 依旧是向下的运行，而股价在由下往上的上穿170，它是容易构成无效的突破以及熊市的高点。像前期的这种运行都是对170无效的突破。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最新的对于上方170的突破，是不是突破的第一根 K 线，突破的第二根 K 线，2号 K 线的高点形成一个压力，最近2天出现冲高回落，并不能够收出一个有效的突破。像前面这里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其实这个区间呢也还是一样存在压力。当前的半导体指数虽然最近出现了3小顶而还未破位，但是目前来讲，它要去突破这个区间，才能够首次判定对170的向上突破的首次有效。当前还没有，所以这里呢还是要小心它往下的跌破3小顶。一旦跌破，那么是不是又产生了一个熊市高点？它容易像前期这种出现调整。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我们看到目前半导体指数它的一个运动，是不是从前期的红灯转绿灯之后出现了一个上行？这个上行的一个力度和它的时间都比前面这一个要长，所以它这里呢是多头在走强，是 OK 的。底下的资金上穿 K 线是这一根。上穿之后有出现明显的再次的突破吗？是没有的，而且刚好它这里也是高点，所以价格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顶分型，只是它是一个宽松的，不是强顶分。它的防守位和3小顶其实也是共振的一个防守位，所以股价呢当前从 K 线来看，它是绿灯还是延续上涨？而假如这里出现破位 K 线，包括红灯的产生，是不是就产生了高点的预警？
所以在下周不要出现这种向下的破位，如果出现了，那么这也是一个看空的方向或做空的方向。而在此之前，我们依旧去跟踪它的一个多头。看到下周周一的预测高低点，周一的低点支撑是 217.275， 高点的压力是 220.295， 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第二部分有关特斯拉、英伟达和半导体指数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会相对较多，所以阿哲呢会相对讲解的更快一点，它属于行情快报的内容。阿哲会通过资金和动能指标来去快速分析以下个股标的的短线多空。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只个股是阿斯麦，阿斯麦的一个运动和半导体指数是类似的，170呢也是在往下运行，目前还没有往上进行一个拐头。而突破170呢，当前也是无效。突破的第一天、第二天的 K 线高点和低点，是不是目前的阿斯麦走了那么久，走了1个多月，股价整体还是在这个区间之内运行，偶尔还会有跌破。所以当前的阿斯麦呢，你可以说它在震荡蓄势调整，但是它真的要启动，还是得要有一根明确的阳线，把这个2号 K 线的高点给突破。在此之前，它不能够投资太多的看多的筹码。最近呢出现了指数的持续的上扬，但是你会发现阿斯麦呢它的一个价格是连续的阴线，都是不断的高开低走，高开低走。那么这种 K 线是不是相对的也是有风险？上影线还不断的变长，所以阿斯麦不太建议投资多头的仓位，不管它这里是洗盘还是如何，它不出现明确的阳线把前方高点突破之前，这里呢多头仓位不要投资太多。下方资金还在水下，没有上穿，整体偏震荡无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红绿灯，最近这一波反弹呢是红灯后的绿灯产生的买点，但这个反弹力度不怎么样，所以整体呢连这一根阴线的高点都还没有突破，小心突然出现的红灯转线。下周周一关注一个支撑位 752.91，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762.21，股价收盘能突破 762.21， 那么则会转为绿灯。转为绿灯，则说明前方这里只是洗盘，这里将再一次的出现一个上行，或者说加速。当然，这个绿灯得要是实体阳线的绿灯。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博通，博通的运行，昨天是出现了大幅大量的一个资金的流出，而且它也出现了上台童子在波段高位出现了这种风险的释放。那你会看到是它有一个缺口，缺口所带的成交量是不小的。昨天的这个跳空有不小的一个量能的产生，像周四这一根阴线的量能其实也是大量，所以当前的博通也是出现了资金流出有所分化的现象。那么如果在下周周一市场给的机会并不是一个五浪的延伸，而是小五浪高点的形成适浪的准备，那么我们可以关注到一些做空标的，或者说风险已经开始释放的标的，博通可以算是其中一个。特斯拉呢相对的次之，因为特斯拉已经释放过一次了。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接下来再去找做空点，最好是明确指数出现了小五浪高点的形成，而不是延伸。而后就是博通的 BBD， 它这一天的资金流出太多了，所以直接从水上往水下附近去靠。而它只要下周略微的调整，只要下周不是一个大幅资金的一个流进，直接拔地再上涨，把缺口补掉，那么这里它就会产生一个下穿。那么下穿之后，是不是下一根 K 线就很容易是下穿的变盘低点？我们之前讲过，股价流出，那么这一天下穿就是容易是低点变盘，突破它是不是反而延续上涨？所以下周周一的 K 线是关键 K 线。如果您要想做空，并且要把握更大的机会做空，你要找到的博通的做空点，应该是价格对于这个缺口的反弹没有回补，亦或者是回补了，但是又重新的收阴跌回来，那个时候是做空点。或者更强势的，它没有反弹到缺口，而是在下周一出现下穿的变盘低点 K 线，但是没有反弹，而是继续的往下收跌，这个时候可以明确是一个做空的方向，它将会往下去临近170去修复背离。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下周它的这根红灯 K 线会不会转变。看到下周周一的低点支撑是 241.94， 高点的压力是 251.125， 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下周一直接是绿灯 K 线，那么就不作为做空的方向，而应该是找做多的机会，因为
红灯之后转绿灯为买点，就跟前面这里一样，红灯之后转绿灯是买点。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苹果，苹果的走势出现了绿灯 K 线，但这个绿灯 K 线所产生的区间不太好，因为它还是在这个阴线附近。我们画标准一点，是不是在阴线附近？这一个长上影线产生的时候呢，第二天出现了下跌的 K 线。好，下跌 K 线出现，又出现了反弹，所以目前还是在这根阴线内在震荡。我们说过，苹果的做空机会怎么去看？是不是出现一根阴线，而后把前面的低点给跌破，亦或者是出现一根红灯 K 线？不过它这中间呢没有出现红灯直接在这里有一个绿灯，那可以作为买点吗？不太建议，因为这一个刚好收盘价没怎么去突破这根阴线的高点，在这里买进容易是一个震荡区的上沿，买了要是直接回落去走下沿怎么办？所以最好的是等一根实体阳线突破它的高点，而后再去看涨。这个看涨的空间其实也不算大，就是上方的缺口可能还是想要去补一补，但前提是得要突破才行。否则如果是以一根阴线下破前方低点，这里还是一个做空，说明苹果的反弹到此结束。接下来看一下红绿灯方面，下周周一的低点支撑是 202.985， 而高点的压力是 206.635，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的一个价格运动还是强劲的，它的绿灯一直在间隔的延续，红灯出现之后转为绿灯，这里作为买点，而买入之后当下一根红灯都没有产生，上穿 K 线呢也在后续被反包之后，说明上涨延续，高点非变盘。那么在本周的周五出现了一根十日星，跟指数一样很标准十日星高悬，所以这里要注意了，小心它的一个变盘风险。还是看周一，周一如果往下收阴线，它这里将是一个很标准的黄昏之星，所以要小心它的黄昏之星的共乘，一旦构成就类似于这个地方会产生调整。那么这里要产生黄昏之星，那么肯定会有一个红灯的出现，才佐证它的力度的有效。我们看到在下周周一关注的低点支撑是 694.79， 高点的压力是 705.726， 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MSTR 在最近的2天当中产生了红灯，而后在周五呢出现了晕线，跟特斯拉一样标准的晕线。那么出现晕线就很简单了，你只要关注一下它的晕线的大 K 线高点、小 K 线的高点它的低点、它的低点。我们更加乐意看到一根强势的阳线收盘，把左边的大 K 线的高点突破，直接再次看多，看多的方向就是缺口的回补。而如果它出现的是阴线把大 K 线低点给下破，那么这里直接再次的看对170的回归，170的均值修复，你也可以把它作为空方的一个小波段。当然这里呢看大家的情况，如果指数出现的是五浪的延续，那么空方的机会呢一般就不找了。所以 MSTR 可以用晕线来看，同样也可以看一下它的红绿灯。在周一的时候关注压力，高点是 382.98， 低点的支撑是 372.09，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如果能出现绿灯，那是不是更大概率能够上破？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PLTR 昨天也是一个晕线。昨天呢，很多个股其实产生了一个晕线 K 线，晕线产生，你要关注它是否会有上破。像前面这里也是一个不标准的晕线股价呢能够上破，是不是更容易产生短线的一个上涨？那么最近的这一波调整是根据三阳小顶出现的这种实体的缩短，而后阴线的下跌产生了一个破位，破位之后出现了反弹，反弹是一个晕线，那么一样的高点压力，低点支撑。而因为 PLTR 呢是一个红灯后的绿灯，可以构成买点吗？可以，它构成我们红绿灯 K 线当中的买入信号。那么因为它是一个晕线，所以哪怕买，最好也是试探性的仓位买进，不要一次性买太多，因为晕线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 124.82， 高点的压力是 131.03，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呢也还是在170天均线之下，但它比阿斯麦好一点的是，它的170呢其实是走平向上的，不是往下走的。那么这种170呢应该是要比较容易被突破的，但你会发现谷歌到现在还是不突破。在上期视频我们是不是有讲过，这里是为买点，
因为它是一个红灯转绿灯，所以谷歌它是有买点的。买了之后呢，目前没有红灯，那么就说明还在走一个多头的波段。这里有个问题，170又要被考验了。前面这里170突破不了，这里突破不了，好，这里开始有要突破的迹象，但它要验证它的突破有效，它得要突破2天才行。目前还在验证，还不是说它会突破有效。如果在下周周一又跌回来了，是不是170还是没有出现有效突破？那么短线多头是不是要开始减仓或获利兑现了呀？下方的关键 K 线是谁呢？它临近上穿。就这里，只要下周再涨一涨，就是上穿了，上穿就是高点变盘。所以谷歌的节点走到这里，能不能有效突破170，可能性不大。所以短线多头有赚可以止盈。看到下周的关键高低点，低点支撑是173.61，高点的压力是177.14，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微软，微软的价格走势相对也还是比较稳当的，有点类似于 Meta。它的底下也有风险提示信号，但它整体的风险不太明确。不过它的动能是不强的，你会发现这个红灯之后一直是震荡向上，在这里出现了再一次的绿灯，而后冲高出现了10日线，是不是简单的？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下周是一根阴线的话，它也容易构成黄昏线，容易出现回落呀。所以这里要小心一点了，它这种长上影线还是要考虑周一。所以周一的中美谈判基本影响是比较大的，很多个股刚好也处于一个节点，一旦这个谈判不是很如我们去想要的好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很多个股将会产生黄昏之星，以及呢运线下破。那个时候结合指数的风险，那我们就知道了，在本级别日线的适浪回调也将要产生了。今天我们看一下，在下周周一的低点支撑是469.58，高点的压力是474.13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走势在上周周五，在本周周五呢出现了首次的上财童子的一个提醒。我们看一下哪一天是上穿 K 线啊？刚好是周五这一天出现了上穿 K 线，这一天为上穿，而后价格出现了绿灯，但刚好也来到了左边这个高点的附近，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关键的压力，出现高点变盘。看一下它这一天的高点，如果收盘价能够再接阳线突破，是不是它就是很多变盘点的延续向上的提醒？而假如这一天是下破的，是不是说明它这里的高点变盘就如期而料，而左侧的压力也就有效？所以还是周一的关键事件将会影响很多个股的短期高点的形成。看到周一的撑压位，低点的支撑是212.035，高点的压力是215.40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出现了略微的震荡，但是呢，它依旧是红灯后产生绿灯的买点，而后一直没有出现红灯。那么只要它不出现红灯，就说明还在绿灯的统领范围。关键的 K 线是谁呢？是这一天的上穿，它的高点会有压力，而只要下周出现突破，这里是不是高点变盘就无效了？而如果是跌破它呢，则高点变盘确认，这里将容易回落，去试探缺口的支撑。我们看到下周周一的预测值，它这里如果产生红灯也是风险，目前是绿灯推行，而如果红灯产生，是不是推行就容易遇阻？低点的支撑是204.205。而高点的压力是207.265，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SMCI 呢出现了一个红灯后的晕线啊，又是一个晕线。昨天的个股要么是冲高回落10日线，要么就是一个晕线，都是属于一个临近变盘或者说临近选择的一个 K 线组合。很多资金呢在这2天都相对的保守了一些。SMCI 属于红灯，那么就说明当前属于红灯的方向，它没有产生绿灯之前呢，还是风险为主。它当下呢也还是属于1根 K 线、2根 K 线突破170还无效，并且当下在出现明确突破这个区间之前，它在压力位之下，不管怎么样以空方为主，那么它也算是一个做空方的一个选择，只是它的方向性还不算很强。关注一下周一的选择。周一的低点支撑是41.47，高点的压力是42.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6月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解析，
美股目前楔形收敛，许多个股出现了晕线组合以及冲高回落十日新，说明在下周周一的事件将会影响到许多个股技术面上的高点形成，亦或者是上涨中继形态的出现。我们密切关注在下周周一的中美谈判最新的进展，而在垂直落地之后，以此去判定是继续的做多，亦或者再次选择做空的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